30岁生日那天，沈墨被4个女孩堵在家门口，强行开启了地狱模式。她们穿着就辩论队 T 恤，手里攥着一份打印的共享男友协议。领头的是林月，她大学室友的妹妹，后面是她的室友苏唐、陈宇，还有隔壁班的楚瑶。4个人站成一排，表情严肃地向来讨债。后来沈墨才知道，这根本不叫谈恋爱，而是一个普通男人被4个产品经理同时接管人生。一开始沈墨以为是什么隐藏摄像头整蛊，直到他们念协议条款，周一4归林月，2、5归苏唐，3、6归陈宇，周日归楚瑶，1人1天轮班制，他才意识到这波不是娱乐局，是排位赛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居然签了。活了30年，沈墨没干过这么上头的事。但那天下午，4个女孩站在他那间只有速冻饺子和啤酒的客厅里，眼神干干净净地告诉他，她们都喜欢他。沈墨的大脑当场死机。等系统重新启动，他已经按下了确认签约。签完他就后悔了，不是后悔答应，是后悔没提前翻到协议最后一页。楚瑶用荧光笔写了行小字，未尽事宜以4位乙方共同解释为准。沈墨当时就觉得自己签了份终身制合同，还是乙方随时可以热更新条款的那种。第2天上班，办公室就出了状况。第2天一上班，沈墨的协议官宣召就传遍了办公室，同事们围住他，怀疑照片来自剧本杀现场。毕竟4个女大学生共享一个普通程序员，这配置说出去，轻则算吹牛，重则建议挂精神科。照片下面4个女孩已经分别留言认领排班，还要求沈墨每天汇报执行情况。沈墨看得头皮发麻，这届女朋友实在太卷，恋爱第1天就开始考核绩效。同组的赵鹏看完，当场笑出了声。他认定所谓4个女朋友只是沈墨为了面子编出来的人设，还当着整个办公室的面打赌，只要沈墨能同时把4个人叫来，他就请全组吃1个月下午茶。沈墨本来不想搭理，偏偏赵鹏越说越起劲，还嘲笑现在的女孩眼光再差，也不可能4个人同时看上一个普通程序员。沈墨正准备反击，办公室门口突然传来4道声音。原来4人早在群里约好，今天集体突击检查。苏唐拎着保温饭盒，陈宇抱着文件，林月拿着体检预约单，楚瑶则扛着颈椎按摩仪。赵鹏的笑容当场卡死，像网速不好的人脸识别。楚瑶先看了一眼赵鹏，又低头确认了一遍手机里的照片，随后遗憾地表示，这位就是群里那个赌1个月下午茶的人。苏唐立刻掏出备忘录，开始统计全组人数和口味。陈宇负责计算工作日。林月最狠，直接建立在线表格，要求赵鹏每天勾选配送状态，逾期1天就自动顺延2天。不到3分钟，一句随口吹牛成功升级成了有负责人、有排期、有验收标准的正式项目。整个办公室笑得桌子都在抖。赵鹏涨红了脸，试图反悔。沈墨终于慢悠悠地抬起头，提醒他成年人说话要算数。随后他又把4个女孩带来的东西一件件接过来，认真告诉所有人，他们不是他炫耀的战利品，更不是用来证明魅力的道具。他们愿意喜欢谁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谁要是不服，可以怀疑沈墨的运气，但不能嘲笑他们的眼光。4个女孩同时安静下来。下一秒，苏唐把饭盒里最大的一块排骨夹给了他。陈宇难得笑出了声。林月悄悄在习惯追踪表上给他加了10分。楚瑶则直接拍下照片发进姐妹群，配文只有6个字：这男人没白养。那天下午，沈墨坐在4个女孩中间吃饭，全办公室的人排队过来打招呼，态度一个比一个客气。赵鹏独自坐在角落研究奶茶店优惠券，脸色比苦瓜还绿。沈墨喝了一口免费的奶茶，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爽。不是4个女孩替他撑场面，而是他终于敢在所有人面前堂堂正正地替他们说话。没过多久，大学同学聚会来了，群里有人故意艾特沈墨，问他那4个女朋友是不是还在试运行。说话的人叫周浩，
大学时就喜欢和沈墨较劲，如今刚买了辆豪车，恨不得把车钥匙焊在额头上。沈墨本来只想自己去，楚瑶看完群聊，当场把这次聚会定义成首次公开团战。于是聚会当天，林月开车，苏唐拎着亲手做的点心，陈宇抱着给老师准备的书，楚瑶则挽着沈墨第一个走进包厢。原本喧闹的包厢安静了3秒，4个女孩依次坐在沈墨身边。男同学们的目光从震惊变成羡慕，又从羡慕发酵成了不太健康的嫉妒。有人偷偷数了3遍，确认真是4个，不是自己喝出了重瘾。周浩晃着车钥匙，故意问沈墨养4个女朋友压力大不大。林月当场纠正，他们经济独立，沈墨才是被管理的那个。苏唐补充，沈墨最大的支出是奶茶。陈宇认为他目前最需要偿还的是拖欠的阅读任务。楚瑶最后总结，真要论包养，也是他们4个联合包养沈墨。全桌男同学集体沉默。周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车钥匙，忽然觉得那东西只配开瓶盖。更绝的是，结账时周浩抢着展示实力，宣布今晚由他买单。林月没和他客气，直接让服务员加开电子发票。苏唐打包剩菜，陈宇替全班老师准备伴手礼，楚瑶组织大家合影，沈墨只负责站在4人中间微笑。照片发进同学群不到1分钟，潜水多年的男同学纷纷冒泡。有人问沈墨上辈子救了几个银河系，有人求他开班传授经验，还有人把群昵称改成了沈墨义父，希望义父吃肉时能给自己留口汤。周浩站在豪车旁边吹了10分钟冷风，最后只等来一句催促：同学，让他别摆造型了，赶紧把后备箱打开，大家的打包盒没地方放。沈墨坐进车里，看着周浩怀疑人生的表情，心里只有2个字：真爽。国庆长假，沈墨准备回老家。4个女孩得知消息以后，只用10分钟就完成表决。她们一致认为，共享男友属于重要资产，返乡期间不能脱离监管。于是，沈墨一个人离开城市，身后却跟着4个漂亮女孩。刚到村口，坐在树下下棋的大爷们同时停手。卖西瓜的二叔忘了找钱，遛狗的三婶原地掉头，一路小跑着去通知沈墨母亲，他儿子不是回来过节，是带了一个女团回来。沈墨母亲冲出家门时，笑得像中了彩票。他早就知道协议的事，却没想到4个人会一起上门。他拉着4个女孩挨个看，越看越满意，最后只嫌儿子挡在中间影响视线。消息不到半小时便传遍全村。从前总炫耀儿子有出息的王婶提着一篮鸡蛋上门，表面是送礼，眼睛却一直往客厅里瞟。他原本想介绍自己的研究生儿子，结果4个女孩礼貌地喊了一声阿姨，又同时给沈墨递水果。王婶沉默半天，回家就把正在打游戏的儿子骂了一顿。他儿子非常委屈，他只是输了一局游戏，却莫名其妙输给了隔壁30岁的沈墨。晚上的家宴更像大型围观现场。表哥刚想炫耀自己谈了对象，看到沈墨左右两边坐满人，又默默把手机里的合照收了回去。堂弟端着酒杯向沈墨请教秘诀，沈墨认真思考后只给出4个字：对人好点。堂弟觉得这个答案过于朴素，又追问有没有速成版本。4个女孩同时看向他。林月建议先学会负责，苏唐建议记住别人爱吃什么，陈宇建议认真听人说话，楚瑶则建议先把头发洗干净。全桌笑成一片，堂弟当晚洗了3次头。长假结束时，村口站满了送行的人。大爷们不下棋了，婶子们也不聊天了，全都盯着沈墨和4个女孩上车。表哥终于忍不住感叹，别人回家叫衣锦还乡，沈墨这次属于组团荣耀归来。沈墨嘴上让大家别乱说，坐进车以后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住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。时间回到签约后的第2天晚上，苏唐率先上线。沈墨下班回家，推开门就触发剧情动画。厨房里油烟机嗡嗡响，锅铲碰着锅沿，空气里有番茄牛腩炖了2个小时的香气 buff。
那个味道钻进鼻腔的一瞬间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间租了3年，冰箱永远只有速冻食品的房子，头一回有了生活属性加成。苏唐系着那条没拆封过的围裙，围着灶台转悠，额角挂着细汗，像在打一场 BOSS 战。他看见他，眼睛弯成月牙，说回来了，洗手吃饭。3菜1汤端上桌，汤咸了一点，但他坐在对面托着腮看他吃，蛋黄跳上他膝盖打呼噜。他一下一下顺着猫毛，嘴角翘着问怎么样。沈墨说好吃。他说你骗人，我知道咸了，下周我一定优化版本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认真的像在发更新公告，版本号从 1.0 迭代到 1.1。那天晚上他走之前把冰箱重新码好，蔬菜水果分门别类摆齐，连啤酒都整整齐齐。冰箱门上贴了张便利贴，周2、周5我来补货，不许偷懒只吃饺子。沈墨站在厨房看了很久，蛋黄蹲在脚边仰头叫了一声，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波福利你接住了，属于限时活动。周5再来时，苏唐的糖醋排骨已经成功升级，他还给第2天值班的陈宇留了水果。沈墨看着冰箱里的交接物资，发现这4个人连谈恋爱都做起了跨部门协作。弄完书架、擦茶几、叠毯子、扫猫毛，操作流畅的像个熟练工。他在茶几底层翻出一盒过期半年的巧克力，举着问要不要扔。沈墨说留着纪念。他说纪念你半年没打扫卫生吗？然后直接丢进垃圾桶，精准命中。走之前他说周3、周6他都来，他不做饭，但把屋子收拾干净，陪他读1小时书。他抽出那本《百年孤独》晃了晃，说这本他通关了，可以换下一本。周6，陈宇带来一本小说，坐在沙发上读给他听。沈墨靠在旁边，蛋黄蜷在腿上，窗外慢慢入夜。陈宇觉得他共情能力太差，沈墨却认为听他读书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己不用动脑。陈宇沉默半天，勉强承认这也算一个理由。周4林月上线，他进门先环顾一圈，掏出手机拍照，说记录初始状态，方便对比打扫效果。接着搞了套系统，客厅分5个区域，每区定时15分钟，闹钟一响换下一区。45分钟不到客厅锃亮，比沈墨刚搬进来还干净，这波叫降维打击。他擦完桌子，把扫把递给他，让他拖地，自己坐沙发刷手机。沈墨拖地10秒，见他刷的是 Excel 表格，表头写着沈墨习惯养成进度追踪，列着吃饭是否按时、冰箱整洁度、运动频率、作息时间。他举着拖把问那表示什么，他把手机翻过去说没什么，你拖你的地。沈墨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姑娘项目管理技能点满了，放在游戏里至少是个团长级别。周1下班，林月在公司楼下等他，路灯底下背着书包，手里2杯奶茶，像在蹲刷新点。见他出来，递过去一杯，说走爬山。沈墨说下班爬什么山？他说山上落日好看，别墨迹。他穿着皮鞋被他拽上山，半路脚疼的不行。他回头看他一瘸一拐，说明天换运动鞋。山顶落日橙红铺了半边天，林月坐石头上喝奶茶，忽然说辩论赛他们队输了。沈墨说尽力就行。他说我没尽力，所以我难受。他靠过来，把脑袋搭在他肩上，安静了5分钟。那5分钟里，沈墨连呼吸都不敢开大声。下山时，他说这件事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沈墨说好。他走在前面，马尾便一甩一甩，忽然回头说告诉你也没用，你又不会安慰人。沈墨说我在学。他说那你学快一点，别卡在家再见面。沈墨心里疯狂弹幕，这4个姑娘要的东西全不一样。苏唐要有人品尝他的作品，陈宇要有人当他的听众，林月要有人陪他看结算画面。他到底算男朋友还是全能型辅助？这 KPI 谁扛得住啊？周日楚瑶登场，他最闹腾，进门就翻衣柜，
扯出一件皱巴巴 T 恤，举着像举着罪证。她说今天见闺蜜团，穿这个会被群嘲一整局。她挑了白衬衫深灰长裤让她换上，绕着圈打量，说加分项是脸，别的属性一般，但颜值还说得过去。沈墨说，我谢谢你这么客观的评测。那天下午见了7个闺蜜，相当于一次7人组对本。饭桌上楚瑶全程给她夹菜，逢人就介绍这是我男朋友沈墨，语气骄傲的像抽到了隐藏款 SSR。 闺蜜起哄敬酒，她挡前面说她酒精过敏，她替她喝。沈墨不过敏，但没拆穿，这波护盾开得及时。吃完饭，闺蜜拉她旁边说悄悄话，沈墨看见她一边点头一边往这边瞟，嘴角压都压不住。回家的路上，她走路一晃一晃的，脸颊泛红，靠她肩膀嘟囔说今天表现不错。她说下周日还有一波。另外7个属于连续副本。沈墨低头看她，问她到底为什么选她。她迷迷糊糊睁眼看了他几秒，伸手掐了掐他的脸，说因为你对我们好呀，这个就够了。这年头对别人好的男生属于珍稀掉落。他又补了一句，而且你长得还行，属于额外加成。沈墨说哪个更重要？他闭上眼说都重要，少一个都不行，成年人全都要。下一个周日，楚瑶直接把他带去见了父母，主线难度瞬间升级。他妈妈负责查户口，爸爸负责问游戏段位，爷爷奶奶负责观察礼貌，考核体系比大厂面试还全面。2个小时后，楚瑶妈妈给出合格评价。楚瑶爸爸也预约了周末双排，准备让这个未来女婿帮自己结束排位连跪。沈墨走出单元门才反应过来，别人见家长拿的是恋爱通行证，他拿到的却是长期游戏陪练合同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每天都有固定队友上线。周一林月带他爬山，周二苏糖投喂，周三陈宇读书，周四林月管理生活，周五苏糖又投喂，周六陈宇又读书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的家庭地位只比蛋黄高半级。回到出租屋，4个女孩还在门口争论下周排班。沈墨让他们回群里慢慢商量，自己只负责接受最终结果。毕竟他就是那个被4方共同管理的资源。门关上以后，屋里安静下来。蛋黄跳上沙发全程团，沈墨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。地板锃亮，书架整齐，冰箱贴满纸条，空气里还留着4个女孩身上的香味。他坐进沙发，蛋黄蹭过来趴腿上，窗外霓虹灯五颜六色映在奶油上。他忽然觉得30岁的日子被4个姑娘硬生生从普通模式改成了豪华版。以前回家黑灯瞎火，现在冰箱永远有菜，书架永远有书，日历上永远有排期，手机里永远有未读消息。他心里清楚得很，这些变化全是那4个姑娘拿便利贴一张一张贴出来的。苏糖用饭菜给他回血，陈宇用书给他加法强，林月用日程给他加护甲，楚瑶用社交给他加攻速。30岁这年，他被4个姑娘轮流运营，还觉得自己占了天大便宜，血赚不亏。蛋黄趴他腿上，尾巴一甩一甩，冰箱门上那些花花绿绿的纸条在夜灯底下模糊成一片暖色。沈墨低头喝了一口汤，苏糖走之前给他热好了，放保温碗里，勺子和碗沿碰着叮当响。他忽然明白一件事，这群姑娘嘴上说他是共享男友，可他们给出去的温柔一样也没少拿回去，属于双向共赢。沈墨被他们4等分了，他觉得这是挺直，头一回当产品被4个产品经理同时运营，迭代速度拉满，体验优化，而且不用自己写周报。不用写周报这点比什么都强。这波叫反向收割。